嗨，大家好。076两栖攻击舰自从2年之前，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一份招标公告中意外将其曝光，并揭示出这一型号将史无前例地采用电磁弹射器后，似乎沉寂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过最近，中船集团的子公司沪东中华造船厂的2份招标公告再次引发热议。一个是这一份装载舱前驱埋入式大舱盖订货技术说明书，上面提到了2型设备，一个是燃气轮机，另一个则是发电机，而且是各2套。换句话说，未来的076两栖攻击舰将舍弃075此前4台柴油机的全柴动力系统，进而更换成2燃加 N 柴的综合全电系统，并搭配2套发电机为全舰及电磁弹射器和电磁拦阻索供电。另一个招标公告则是在防火连订货说明书中提到，坞舱内的车辆甲板区域宽度达到 18.6 米，高度达到 4.9 米，这样就略大于075的车辆甲板区，再加上还要比075额外安装电磁弹射器等装备，因此推估076的总吨位将会超过075的4万吨。至于076加装电磁弹射器，这个已无争议。2年前中船的那份招标公告已经揭示，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这是当时 XX6 项目的2批次公告，虽然官方并没有正式确认新一代两攻的型号，不过军迷猜测的型号076正是从这个 XX6 项目而来的。而且从该项目的招标人来看，这是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第708所。而我们知道，中国海军几乎所有的两栖作战舰艇都是708所设计的，071、072、073、074，以及目前已经3艘服役，吨位仅次于航母的075两栖攻击舰也是该所的杰作。所以从招标人来看，这个 XX6 项目是一型全新两栖攻击舰就没什么问题了。而且从公告的第32项还出现了4个英文字母 DCTS， 这个对于外国人很有迷惑性，不过对熟悉汉语拼音的我们来说也非常好猜。 DCTS 就是电磁弹射的首字母缩写，因此076未来将史无前例地装载电磁弹射系统也就呼之欲出了。另外，公告还透露了076的舷内升降机将是30吨级，如果成真，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中国首款5代舰载机歼35要登上076也并非不可能。还有就是动力系统，燃气轮机将采用21兆瓦级，柴油机则是6兆瓦，燃加柴的动力组合也呼应了这次沪东造船厂的招标公告。如此看来，2年之前设计单位708所的招标公告标志着对于全新076两栖攻击舰的预言和定型。那么这次建造单位沪东中华造船厂的招标就表示，对于076两栖攻击舰的建造已经开始了。而就在沪东造船厂这份招标公告公布几乎相同的时间，外国军事观察员也发布了关于076开舰的消息。不过这次他们并没有提供类似 054B 那样的卫星谍照，只配了一张 CG 图。看来076还处于建造的初期，并未进行到在干船坞内进行分段合拢的阶段。其实我还是非常期待外国卫星能拍到些什么的，哪怕某个分段也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出076目前所遗留下唯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是采用直通甲板还是斜角甲板。此前关于076网上流传了多张构想图，出现最多的就是类似这种的直通甲板设计。这种设计实际上就是以075为基础，对于舰体长度、宽度以及内部空间做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再装配了电磁弹射系统。好处是设计相对简单，劣势也很明显。由于076有了电磁弹射器，除了搭载可垂直起降的直升机外，还要搭载大量固定翼无人机甚至有人机。固定翼舰载机的起飞和降落就都要使用这同一条直通式甲板，起飞起码要占用1/3的甲板长度，此时后半段将无法进行舰载机的降落作业，这样将影响舰载机的整体起降效率。于是就有了第2种设计，增加斜角甲板，将起飞段和降落段进行物理隔离，互不影响，提升效率。不过这种设计就直接奔着轻型航母去了，增加了斜角甲板，吨位很可能将提升至5万至6万吨的级别。要知道辽宁舰的满载排水量也不过6万吨上下，这怎么看怎么像是003航母的缩小版。不过两栖攻击舰毕竟不是航母，我军是要迅速且大量装备的。按照前几年局座还在做网红时所预估的，中国对于两栖攻击舰的需求至少是20艘。尽管战湖局提供的数字略显夸张，但考虑到东南某岛的问题还未解决，我军对于两攻的需求
达到美军9至10艘的规模还是很有必要的。而我国的前3艘075两栖攻击舰曾经创下了1年半的时间3艘相继服役的壮举，这样的建造周期和效率还是基本符合海军的需求的。那么075的升级版076如果采用第二种斜角甲板的设计方案，设计的复杂性和吨位的增加都会拉长工期，那么未来两攻的服役进度就会相应延迟。所以到底是采用更成熟的直通甲板方案，还是更激进的斜角甲板方案，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定论。也许未来的一张卫星图片能将答案揭晓。其实即便076采用了第一种直通甲板的方案，也不妨碍076将拿下世界最强两栖攻击舰的称号。美军巅峰期间共有13艘两栖攻击舰同时服役，现役10艘中8艘黄蜂级和2艘最新的美利坚级。不过好人理查德号在几年前意外发生火灾，最终报废，所以现役只有9艘。黄蜂级两栖攻击舰的满载排水量达到4万吨，与中国的075属于同一级别，非常接近。可以说当年075在设计之初正是为了对标美国的黄蜂级而来的。当然双方的舰载机差别可就大了，由于美军很早就拥有了可以垂直起降的 AV-8B 钥匙战斗机，而后又增加了 F-35B， 因此两款战斗机也成为黄蜂级的标配。同时还可以搭载 H-1W 超级眼镜蛇、MV-22 鱼鹰和 CH-53 海上中麻等等各类直升机型，并设置了大型坞舱，可以容纳3艘 LCAC 气垫登陆艇或12艘机械化装备登陆艇 LCM， 运送人员达到1894名。黄蜂级曾经是世界上吨位最大的两栖攻击舰，但随着美利坚级的服役，它的地位也被取代了。美利坚级首舰美利坚号吨位达到创纪录的45000吨，甚至超过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在076服役之前，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两栖攻击舰。黄蜂机上面的所有舰载机它都可以搭载，甚至在制海模式下可以满载超过20架的 F-35B， 名义上称为两栖攻击舰，但实则与航母无异。不过美利坚级的前2艘取消了两栖舰艇常备的坞舱设计，不再携带 LCAC 气垫登陆艇，也无法直接投送 MEAR 坦克这类重型陆战装备，所以想要完成多用途登陆作战，美利坚级还需要和圣安东尼奥级船坞运输舰搭配使用，才能够执行抢滩登陆任务。这样美利坚级就与两栖攻击舰的设计初衷背道而驰了，反倒是更像日本的出云级直升机航母了。因此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和陆战队指挥官也认识到了前2艘的重大设计缺陷，于是将第3艘布甘维尔号又改回黄蜂级的大型坞舱设计，将可容纳2艘 LCAC 登陆艇。美国海军在本世纪相继犯下了朱姆尔特级驱逐舰和自由级独立级滨海战斗舰的设计失误，两栖攻击舰修正的还算快。不过即便这样，也没有让弹射器登舰，将美利坚级打造成如076一样的无人机母舰。拥有电磁弹射器的076的到来将是创造性的，不仅舰载版攻击11可以登舰，像岸舰、攻击2、无人7等多种无人机型均可登舰。因此在未来的夺岛作战中，首先将会使用076上数量庞大的舰载无人机群，对远离岸边的岛内机场、雷达、防空系统等重要军事据点进行定点清除。清除完毕后，075两栖攻击舰上的各种武装直升机出动，扫除岸边的反登陆力量。最后才是包括076、075、071在内的各型两栖登陆舰只，通过运输直升机和坞舱内的登陆艇，将人员和重型装备运输上岸，完成抢滩登陆作战。而第一步对岛内机场、雷达和防空系统的清除，美军的思路是依托可垂直起降的固定翼舰载机去完成，因此就要尽可能多的增加 F-35B 的数量，甚至不惜牺牲掉坞舱来打造所谓的闪电航母。而中国的思路则是通过数量庞大的无人机群来完成。可电磁弹射的076无人机母舰也正是因为这个目的而打造的。两种思路孰优孰劣，其实明眼人一看便知。第一波的定点清除行动是在敌方防空系统和雷达仍然健全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相比后面的抢滩登陆也更为危险。而我们知道，一名经验丰富的舰载机飞行员要比他驾驶的那架舰载机珍贵得多，因此危险系数最大的这第一波行动，让有人驾驶的飞机去勇闯火线，明显不太划算，交给价格低廉的无人机反而最合适不过了。这也正是076作为无人机母舰最大的价值。076想必已在上海的沪东造船厂开工建造了，至于未来如何，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希望过段时间
外国卫星能给到我们惊喜。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